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轴心5人联机，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英国的存档啊。这个存档一眼看下去，确实都在拼尽全力啊。但是拼尽全力做了什么，我们还得细说。先来看一下存档描述，存档为5人联机，玩家有德国70小时、意大利1054小时、日本513小时、保加利亚345小时以及匈牙利439小时。看样子5个人之中只有德国比较新手啊。接下来就是具体的经过了，主要就是这个德国在40年1月对低地宣战，但是没打过，最后是在意大利的帮忙之下强行突破了法国。在41年的年底，日本在苏格兰和南英格兰登陆，但是因为缺乏空军和装甲，北线仅打下苏格兰，南线攻克伦敦后被反推下海。到了42年初，因为缺乏燃油和运输船，日本海军就趴窝了。然后三岛的联军失去补给，在7月被推下海。我一共收到2份存档，这份存档还是4月份的，大伙的部队还都健在啊。至于这个战况的话，意大利损失了100万，德军损失200万，其他国家损失也是几十万啊。这么一看，英国的战损比还挺不错。我们再切一下，大概过了4个月，英国岛上的部队就全数消失了。说是被推下海了，但是他们下海之后的定数就未可知了。通过伤亡数字的比较，德国是又多了100万啊，看样子部队是回不来了。因为是联机存档，我们还是按这个游玩的时间数来一个一个评价啊。首先是这个德国，它是玩的时间最短的。对于这家新手德国，我的评价是凭一己之力吃崩了队友啊。我是不知道英国这么小一个岛，它是怎么塞了这么多部队上来的，这完全就是一股脑的划线往上堆啊。还好运输船被英国人劫完了，不然岸上还有10几个师等着上不来呢。也是因为德国太萌新了，导致意大利并没有把占领的地区给德国。不过就算没给德国，德国还是喜提了100消费品工厂大礼包啊。在这100消费品的加持之下，即使我们是战神经济，还是有点难崩啊。感觉实现自给自足已经是没有机会了，所以还是推荐大伙尽量点经济左，不要点经济右。根据档主的要求是让我接替德国来击败英国和苏联，我感觉压力还是有点大。目前这个德国零人力、零后勤能力、零运输船，确实有点迷茫了。不过说到人力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集还没有进行大伙最爱的战争债券环节啊。因为这个存档已经被档主定制解救了，就不和大伙多收硬币了。大家如果想早点看到旧存档的话，就投5000个硬币支持一下吧，我会抓紧时间做出来。好，收完硬币，我们再来讲人力的问题。对于德国来说，人力应该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，毕竟核心人口多啊。现在就是需要开一下按要求服兵役，这个也好办，因为战争支持度是非常高的。只要在决议里面放个广播，拍个电影，差不多就够了。对于德国来说，比较棘手的还是前线的吃饭大军问题啊。这边简单比划一下，德军在前线至少有84个师的吃饭大军。一般情况我们都是前线吃紧，后方紧吃，这回是跑到前线去紧吃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大部分玩家的选择一般都是果断把部队撤回来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位德国玩家从头到尾都没有造过一艘运输船，以至于我们运输船被劫完之后这部队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下真的是有去无回了，不知道我们现在开始造运输船还来不来得及啊？还好这是个联机存档队友至少也是有船的，赶紧找队友要运输船也应该够吧。英国岛上的部队实在跑不掉就直接删了吧，我们不受这个气啊。我宁愿全军卸下武装自行突围，也不要被敌军全歼啊。仔细端详了一下，发现还是有好消息的，就是我们这些被困在岛上的部队，就算撤回来也是没什么价值的，他们有价值的装备早就消耗完了，都是一些步炮，就算删了也没那么心疼。因为德国许多方面太过新手，我就不多评价了，到时候存档解救的时候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。这边就看一下它的设计，坦克应该是有人指导的，设计问题不大，就是科技忘了换了。至于步炮师这45宽，我就不知道是谁教的了，也算是标准的吃饭编制了，不仅能卡队友的战宽，还能卡队友的补给，甚是完美啊。至于装甲师的话，也没什么好评的了，
会造装甲师已经算是高手了。第二个来看一下保加利亚，保加利亚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利用国策向希腊宣战，然后击败希腊。之后是北上支援多佛尔登陆的德意日联军，没想到德军进攻能力实在有限，在立体滚筒式撤退之后负责殿后的部队未能及时撤出，损失了16个主力师。看了一下战报，确实4个月前在多佛尔被10个人换掉了20万，目前手上还有4个步炮师，部队的话也只有步炮编制了，没搞懂为什么他30个军工只有10个军工在开工啊？难道说是因为没有资源就不造装备了吗？那这个部队还是有点难做啊。玩到42年了，学说也没点，建筑也没建，感觉是来划水看国策的。接下来是大匈牙利，做了相当多的田线师，但主力是一个没有啊。不知道为什么大伙还是那么执着于步炮啊，连坦克的科技都不想研究。这位也没什么好说的，看操作就是纯在划水。再来看一眼日本，在40年加盟，并用海军夺取了北海制海权，用19个12步4炮登陆了北英格兰和苏格兰。但是因为国力有限，只发展了海军，其他都没发展。我觉得吧，日本这130个军工，这要是国力有限的话，那钢四这个游戏真没几个国家有国力了。所谓的发展海军就是造航母，我也是没想到的。日本开局的航母就够用了，再多造也用不出去了。从海军情况来看的话，日本也是做了不少事的，消灭了同盟国大量的舰队，虽然都是小船。要说为什么只杀了小船，我觉得应该是他航母上没有放飞机导致的。看他确实造航母了，也确实造飞机了，但你造的是陆基海轰啊，这东西怎么放航母上嘛？大伙还真都是坚定的步炮主义者，就算坦克研究好了，也是一辆不肯造。这游戏最不缺的就是枪和炮了，但大伙就喜欢把所有工厂全部投进去硬造啊。最后再来看一眼当主玩的意大利，应该算是本次联机时间最长的玩家，并且是唯一一个造了战斗机的玩家。从这个工厂分配来看，不用想，也是坚定的步炮主义者啊。就算仓库里面的枪已经完全够用了，也要一直坚定的造下去。建设方面，意大利倒是较为老道的铺了一点炼油厂想要自己出飞机。然而联机的话，一般炼油厂都是由德国来铺的，这也是我奇怪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局这5个人联机没一个人开自贸的，不开自贸就意味着大伙都在吃独食啊！所有人占了地抢了资源之后，全留着自己用，队友一点资源用不到，直接活活饿死。这也是让我救德国时难崩的一个点。意大利把法国吃了，资源全拿到手了，但是德国是一点资源买不到啊！这下是真的自给自足了。这边检查一下意大利的海空，飞机的话设计的还行。巡洋舰看一下1936年型号，经典的轻炮巡洋舰也没什么问题。再看一下编制方面，目前在造海陆，普通步兵师的话也是步炮，海陆也是步炮，大家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这也是这个年级存档比较怪异的一个地方，除了最萌新的德国一直在狂出装甲师之外，其他所有人占了资源，占了工厂，愣是一个装甲不造。最终结果也可想而知，装甲田线师吃光了步炮主力师的补给，导致大伙一起玩玩。